这旧时的晋军和河东的牙兵，援俄冗滞，军制紊乱。想要裁汰冗兵，编练新军，只能徐徐图之，以10年为期，渐次裁汰合并。3年之内，这件事便要做完。正准备在侍卫清军司以外，再增设一个管军衙署。就叫殿前司。门下，朕应图受命，偃宅区下，眷言军武。方今四海出宁，九州渐息，然军政之弊，积久未除，兵额繁资，老弱充数，此诚邦家之忧也。乃故特设殿前司，以掌新军，以张永德为都点检，以赵匡胤为都虞候。裁汰老弱，点检兵额，整顿上下，选拔将佐，务令殿前司新军内司禁旅，任王庭之亲卫，外干江峰为柱国之元汉，威如雷霆，势若熊皮。诸军将士务当恪遵诏令，无得有违，布告中外，贤使闻之。做这死样子要给谁看呢？怎么，不想做都虞候？我就是个厮杀汉子，只懂镇上的事，怕做不好。这番话是你自家说的，还是你爹的意思？小乙哥，是我的真心话。起来吧，地上凉。天下州县丁口筹记长，这是冯令公的仪表。天下乱得太久了，久得朝廷上都没人记得要点检天下人口。上一次筹集天下州县的丁口，还是黄巢之乱前，100年前。直到去年，大秦皇帝和冯令公筹议，才又有了此番点检天下州县丁口之事。元朗，你知道乾伏4年，大唐有多少人口？不知。496万户，1100万丁，2500万口。知道现在还有多少吗？不知。看看。96万余户，238万丁，486万8千口，这么少。驻扎在京师的侍卫清军护圣左右校，各地的镇兵乡兵，再加上各路结镇的牙兵户兵，在册兵马数，总共36万3668员。7丁筹役，差不多每一户人家就得养1个兵，养不起呀。你说，高平之战，咱们打垮了刘崇举国之兵，总共用了多少兵马？何发二将一逃，剩下不到11000人，可能陷阵效死的不到7000人。国家养着88万在册兵马，我即便打得一半的缺额，44万，但在危难之际，却只有7000人能用，
这江山还是江山吗？这分明是座火山。自从朕接过这个摊子之后，才知道大秦皇帝和冯令公那几年有多难。好兄弟，愿意帮忙一小一个吗？我家主人特备薄礼，望小哥代为通传。这是给太尉的一片心意，还望小哥成全呀！这是我家大人的薄礼，还望通传一声。诸位，太尉尚未回府，各位请回吧。不是回来了吗？太尉喜事儿呀！见一面，小的实在不知啊。我们就在此等候太尉。小的实在不知。先把礼物收下吧。先收礼。这个小的真做不了主。哥，哥，半日间，哥哥荣升内衙管军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全城，那些活动关系、攀附前程的各军将佐们，连门前那一整条街都已经塞满了。当年阿爹荣升侍卫亲军管军，也没如此的煊和荣耀。你方才这话若是让阿爹听见，会去找你的。得意，切莫忘形。今日之种种荣耀，都是在为日后找祸。门外等的那些人，不是来贺你的，而是来害你的，懂吗？阿爹放心，儿子心里有数。门外这些人，我应付得来。阿爹吃饱了啊。大郎、二郎，吃吧。大郎，你如今在官家面前得用，可不能忘了咱们这帮老弟兄啊！大郎，这殿前司究竟是个什么章程？到底是张太尉说了算，还是官家自家说了算？军中兄弟，向来帮亲不帮理。大郎，只要你一句明白话，水里去的，火里也去的。咱们侍卫亲军的将门子弟，向来同气连枝，可不能便宜了那群外镇的兵子。哎，新军新气象，这乐响该是高于侍卫亲军朱营头的吧？天子亲军，那选官权序理应是在诸军之前。殿前司是个新衙门，规矩太大，军纪森严。54斩，每一条都要落到实处不说，更得5日一教，10日一阅。凡有触犯规章者，一律阶级降俸。想得提拔升官，那还得经东西两府合议，最终呈递陛下亲裁。一旦入选，未经御前给价，任何人、任何将佐都不得私自离营，连某这个管军的都御后也不例外。可比不了侍卫亲军那般潇洒快活。如此这般情形，诸位还是要打破了头挤进来吗？
莫说是打破头挤进来，就算是掉了脑袋，也要誓死效忠陛下。与大郎共进退。与大郎共进退。这儿就是殿前司，谁家衙门破烂成这副鸟样啊？你们还看不明白吗？这是有人想给大郎一个下马威呀！都愣着干什么？干活！陛下，这是臣与两府相公合议的殿前司规制条陈，另有各级将佐任用全序之名册。张永德，随朕出去走走，带上名册。诺。你的那份章程，朕就先不看了。官家，官家，趁机吃饭啊！元老，委屈你了。官家言重了。呵呵，杨光义，你小子我知道。他们是侍卫亲军列校李继勋，东西班行首王审琦，左班殿直韩重晕，侍卫亲军左相副都尉后石守信。好，好，好。自明日起，你们都到殿前司来任职，听候元朗的调遣。诺。谢官家。才艺军费，京师禁军由700万民减至500万民，各镇牙兵50万民减至30万民，不足30万民者不减。准。京师禁军500万名，殿前司300万，侍卫亲军200万。陛下，往年侍卫亲军的开支在700万名左右，现在骤然减至200万不到，便是裁掉半数兵额，已难以为继，军心必乱，臣恐京师之内祸乱陡生啊！陛下，自唐王以来，将兵日交，陛下便是要整顿军务，也当徐徐图之。如这般操切，恐有兴教文之变，请陛下慎思。请陛下慎思。陛下，才艺军额当一视同仁，不宜厚此薄彼。陛下，整军之事一向是水磨功夫，宜从容行之，未能指望一蹴而就，不可急于求成。请朱清代朕宣誓诸军，告诉那些丘吧，当今天子乃是一介死了满门的匹夫，无父无家之人。谁若想要作乱起反，只管来，朕就坐在大宁宫中坐等。算什么鸟官家？要不是我们这些厮杀的汉子，哪有国家的天下江山？裁撤农节虎节，这是在给那什么老臣子殿前司铺路，必定是那只娘贼赵太尉在从中弄鬼。呸！狗屁的太尉！
靠着太尉的老子在营里是耀武扬威。赵大郎那厮，当年便不是个东西，剁碎了他，好叫那官家也见见血。张大、刘三尔等深更半夜无令出营，这是吃多了酒，迷了心智了吗？老太尉，兄弟们跟你出生入死10几年，替着老太尉卖命，才有了老太尉父子今日的风光体面。如今老太尉不说了吗？连大郎都成了太尉，这硬生生砸了兄弟袍子们的饭碗。此时今日，若不给个说法，兄弟们是万万不能答应的。对，我们要向赵大郎。世道变了，再似原先那般行事不成了。尔等此刻各自归营，自领80军棍。我便当今日没有发生此事，朝廷也可以宽宥尔等。一派胡言！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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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老太尉的意思是，今日这公道是万万没有了。好，兄弟们自打出了那营门，没打算我就回去了。既然如此，今日便与诸军别过了。启禀陛下，城中起乱了。南唐的军阵员额详报处理好了吗？殿前司都虞候赵匡胤觐见。急奏陛下，昨夜城中兵祸，乱军将佐共计171人，斩杀94人，其余请降。现于押赴宫门之外。悉斩之。诺。范相公，臣在。拟诏：凡滥杀或明背反之兵子，
斩。臣奉诏。公元955年，周世宗郭荣以殿前司新君为主力，进发禁军，征伐南唐。吴越国主钱弘处奉周世宗诏令，整军北上湖州、苏州等地，配合朝廷大军，牵制南唐东线兵力。11月，周世宗御驾亲征，拉开了三征南唐的序幕。周军沿淮河，水陆并进，势如破竹。至公元956年初，先后攻占滁、阳、泰等州，但在围攻淮南军事重镇寿州时，因南唐大将刘仁善拼死抵抗，周军久攻不下。4月雨季来临，淮水暴涨，周世宗不得不暂行班师。公元957年2月，周世宗再征南唐，周军于紫金山之战中截击并大败南唐援军，大将赵匡胤表现英勇，率军击溃南唐齐王李景达部，寿州遂成孤城。3月，刘仁善病危不省人事，其部下遂开城投降。小臣，寿州监军周廷构，淮南营田副使孙宇，恭迎圣朝皇帝陛下万岁万万岁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刘太尉身染沉疴，不能起身，望陛下恕罪。是尔等要降，还是你家太尉要降？启禀陛下，是我家太尉。说实话，允尔等不死。回禀陛下，小人等早有归降圣朝之意，奈何太尉他一直不允，这才牵延了许多时日，望陛下恕臣等之罪啊！刘仁善，刘仁善，听着了吗？你的名节，朕不会夺。好生歇养。这天下，且未曾太平呢。李相公，陛下，拟诏：授南唐守将刘仁善天平军节度使。拜中书令。臣奉诏。小谕各军：依城下寨，无诏不得入城。凡伤人、劫掠、奸淫者，斩。诺。紫金山一战，朝中精锐尽丧，淮南之地已不为朝廷所有，仗打不下去了，遣使请和吧。老相公，不至如此吧？周师虽尽有淮南之地，但不曾置水军。韩相公糊涂，郭家没有水军，难道陈家也没有吗？周师已据淮南。吴越的水军堵在润州江面，已成南北合击之势。陛下留意，郭家与我不过是征朔之争，
而吴越的钱家与我，那才是真正的世仇。有朕的大唐，才有中原朝廷对他吴越钱家几十年来的荣宠恩眷。大唐若是没了，郭荣小儿兵锋所指，还能容他前世在东南之地的逍遥快活吗？唇亡齿寒之礼，想必钱王还是懂的。痴人说梦。钱婆刘留下的家训是如何讲的？徐某奉天子诏令，向吴越王致意，问钱王安。徐君谬矣。我吴越国上下皆知，先武肃王有所遗训，善使中原大国，唯尊周氏征朔，为朝见信，何来诏命？我主有国书，致与钱王。拿来。这是致与钱王的国书。徐某不才，不敢负我主之托，须当面呈与钱王。那徐君可有的等了。吴相公，此言何意啊？大王不在营中。